冷库什9211导热硅脂的15天耐久测试结束了。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一个分析。首先，在红米记上 ，CPU 部分呢温度升高了有8度，但是 CPU 的功率呢依然保持住了最高的70瓦，没有降频。性能呢确实有衰减，温度也确实升高了，但是功率能保持住最大功率，这相对于之前测试的7921来说，确实是要表现更好一些。在均衡模式下 ，CPU 部分的温度呢升高了有2度，衰减的并不明显。红米记的显卡部分温度、功率前后都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温度呢还下降了一点点，这个也可能是误差范围。拆开之后的硅脂压痕整体都算比较正常，中心部位接触的都比较好。CPU 部分和显卡部分呢都缺失了一点点的小角啊，不清楚是不是这里的散热器贴合不紧密导致的。但是显卡部分并没有产生温度衰减 ，CPU 部分呢确实也是少了更少的角，但温度反而产生了衰减。在 Y9000P 上，这个可能还是散热器或者电路板变形的问题呢更加严重了。CPU 部分出现了明显的衰减，功率呢从94瓦下降到了81瓦。显卡部分的热点温度呢直逼103度了，已经是完全崩溃的状态了。不过显卡这个功率倒还算坚挺，能跑到147瓦。从拆开的硅脂压痕上来看 ，CPU 部分也是出现了边角的一点点缺失，但是显卡部分出现了明显的大面积的硅脂缺失，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热点温度异常的主要原因。看来经过我上次纠正这个散热器的变形啊，并没有完全解决，可能反而变得更差了。我们呢这次也买了新的散热器，在测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换上新的散热器再进行对比了。在13700K 上，温度几乎完全没有衰减，功率也保持得非常好。从拆开的硅脂压痕上来看，覆盖非常均匀，状态非常的好。对比标杆7922来说，温度呢表现要更好了1度左右。在超龙3080上，温度、功率也都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保持的都很好。从硅脂的压痕上来看，核心边角上也确实出现了一点点的缺失。7950测试的时候呢，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可能是这个散热器这里的平整度本身就有问题，但是对功率和温度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。在零克的1260P 上，温度衰减了有2度，这个衰减在普通硅脂里算是表现非常好的了。从硅脂的压痕上来看 ，CPU 的边角呢也有点缺失，但是核心部分保持的挺好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这款硅脂就拿7921来进行对比的话，在移动核心上的这个抗衰减性能明显要更好，但是耐久性相比于相变化材料还是要差。但是在台式机 CPU 和显卡上，这款材料明显要比7921表现得更好一些，尤其是在芯片的中央区域，并没有出现7921之类的那种中心空泡的现象，反而是边缘出现了空泡。分析这款硅脂啊，应该是对贴合度要求更高一些。总体来说，作为一款普通的硅脂类材料，能有这个表现呢，确实是可以了。另外呢，这个也验证了一点，就是硅脂类的材料在移动核心上的天然弱势，暂时来看确实不好弥补。但是在台式机散热器，尤其是水冷散热器上，这款材料的易操作性、耐久性、易存储性这些特点，确实相比相变化材料更有优势。当然，还有本身的性能表现，都算是第一梯队的选手。最后，我们给 Y9000P 这台机器更换了新的散热器，又给这些电脑都换上了信越7868，展开了我们下一轮的测试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